你有见过这么贵的轴体吗？它光是一颗就要35块，是一般的轴体的3倍甚至到9倍。若不用它来组一把键盘的话，光是轴体就要3500块，都已经可以直接买其他酷酷的电竞键盘了。除此之外，它更是在键盘界内曾经横扫整个市场的霸主，从遥远的2013称霸到现在仍有一席之地。它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蒂芙尼轴。要说到蒂芙尼凭什么这么贵，这要让我们回到 NX 轴专利刚开放的那些年代。那时各大厂商才得以制作 NX 轴，也就是没有加长轴心、加长或多段弹簧，也没有奇怪的 G3 或 LY 这些现代轴体的奇怪 buff 的时代，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圆形轴体时代，就像每个人都还拿着智障型手机 ，iPhone 还没有出来搅局的感觉。那时候的其他厂商才刚起步，那你Cherry轴体抗衡的厂商可以说是几乎没有，大家都在到处挖掘或是10连抽毒老黑，所以这时候其他厂商的轴体品质对比Cherry来说，只能说是差强人意。而在2012年，加达龙和 Zio PC 觉得这冷板凳实在是坐不住了。吕布一介匹夫，他哪里来的如此胆识竟敢突袭我的眼中？于是他们合作出品了 Tiffany 轴这个超级新秀，也就是我手上蒂芙尼 V2 的前一代老大哥。相比之下，那时候的轴体大部分都是乌漆麻黑的工地风，还有清一色的樱桃手感，而蒂芙尼的外观在那时就相当于稀世珍宝一样，还有着几乎碾压全场的顺滑度。蒂芙尼就这样凭借着远超当时各种轴体的手感和外观，几乎是血洗了当时的线性轴市场。虽然蒂芙尼确实这么厉害，但说到底，这个定价真的是高到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。但也不可否认，蒂芙尼确实有几把刷子。后来，蒂芙尼为加达龙还有Zio PC创造了丰厚的利润，还有惊人的出货量，同时也使得他们在国外市场上享有声誉。除此之外，后来还有发生一件好笑的事件，叫做哈芙尼事件。这是因为蒂芙尼的名气在当时几乎是占领了整个键圈市场，所以有个不知名厂商也来瓜分一下，就这样跑出了蒂芙尼的致敬版哈芙尼。不过我查到的资料不多，所以也没有更多详细的细节。知道的老玩家们可以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。但听说也有很多人分辨不出来，就是管他的，好看就对了。蒂芙尼就这样一鼓作气称霸了6-7年，直到3年前左右，各种黑科技和厂商的崛起才渐渐没落，所以我封它为旧日支配者，非常的威风霸气。说完了蒂芙尼的背景故事，接下来让我们来实际认识蒂芙尼轴，看看它的手感与外观到底厉害在哪里。这种状况最好的方式是拿当时的轴体来做比较，而我原本想拿当年的另一位霸主Cherry和轴来做比较，但因为我手上没有黑轴，所以我拿红轴来取代。接下来我会拿Cherry的红轴，还有一些现代的轴体来做比较。那么我们开始咯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双方的价格。蒂芙尼单颗的价格大概是1美元，差不多是30块台币，而Cherry红轴则差不多是0.3美，大约是10块台币。光是Cherry就有这样惊人的3倍价差了，更不用说我们现在的 CP 值轴体们了。举个例子，这颗轴体是闪电轴，差不多是1.2块人民币，大概是8块。而这颗是风信子2代，大约是1.5块人民币，也差不多是6块台币，价差都已经5倍左右了。可以看到蒂芙尼真的是尊爵不凡，根本是轴体界的劳斯莱斯。接下来来看看蒂芙尼的外观，这个可是蒂芙尼最大的亮点，甚至有不少玩家买蒂芙尼就单单只是为了它的外观而已，可以说也有一些花瓶的因素掺杂在里面。而也不得不说，蒂芙尼真的十分漂亮。上盖是有点雾化的透明 PC 塑胶，轴心则是一个蒂芙尼色的 PON 塑胶，下盖则是纯透明的 PC 底壳，这样搭配起来就像是宝石一样。相比之下，樱桃的红轴看起来就很丑，更不用说是黑轴了，因为那时代的轴体还是比较工业化的产物，大多都是乌漆麻黑的一坨。对比起来，蒂芙尼真的是稀世珍宝，难怪它当时会血洗整个市场。接下来让我们来仔细的看看它。蒂芙尼在上盖有个大大的加达龙标示，也就是一个 Get 龙在这边。据说在哈芙尼仓颉的那时，有些人会以这个标志来辨别真假蒂芙尼，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。然后我们将它翻个面，看到蒂芙尼的底壳，它是一个五角的轴体，意味着它不能直接用在3个孔的 PCB 上，要剪角过才行。在那时算是个蛮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，但现在的 PCB 大多都是直接开5孔的了，所以不用特别在意。而在这里，也有些玩家会看角认轴，说角角磨砂的是蒂芙尼，光面的则是哈芙尼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了，算是一个比较绅士的辨别方法。接下来我们把它拆开来看看，先来看看蒂芙尼的弹簧。弹簧是负责提供轴体的回馈感，也就是在按下轴体时负责把轴体回弹起来的角色。因此，你甚至可以说弹簧就是轴体的心脏，因为没有弹簧，轴体就绝对不能运作。而蒂芙尼的弹簧则是比较复古一点的，是比较矮矮小小的弹簧，
跟秋雨红是同一个调子，隔壁则是现代的弹簧们，都是一群又粗又长的壮汉。长一点的弹簧会让轴体的回馈感更明显，更有力的感觉。相比之下，蒂芙尼可以说是十分的软弱无力，就是个弱鸡。这跟 HG 轴的状况也是有点类似，所以我有考虑过要不要帮它换个弹簧，这样手感肯定会更理想一点。但最后还是决定不换，好麻烦。接下来让我们看到轴心，轴心的表面质感跟形状会极大程度的影响轴体的表现，所以轴心就可以说是轴体的血液。我们可以看到蒂芙尼的轴心柱非常的小巧平滑，是轴臂处理的，不像现在的轴体3不5时就给你加长一下，然后在顶端再给你微建一下，十分的滑稽。对比之下，风信子真的是又大又长，这个就是现代轴体的黑科技，这样可以让轴体的手感变得更加干脆扎实，几乎是现在每颗轴体的标配，是一个能区分新旧轴体的指标。最后则是蒂芙尼的表面质感，这个我觉得是蒂芙尼最厉害的地方。蒂芙尼的表面真的非常光滑，跟樱桃还有风信子还有闪电轴比起来，甚至有当镜子的潜力。我想这个就是蒂芙尼极度顺滑的手感的秘密，厂商们该抄起来了吧。最后我们来聊聊蒂芙尼该怎么润滑。网上有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润滑方案，像是用205G0后润、205加1055直润小角，用薄膜当魔术鸡块来润，又或者只润弹簧之类的。而在经过我非常严谨缜密的思考，还有十分复杂4则运算之后，我认为 PS2 润小角加上润弹簧应该是个不错的方案。对不对呀？如果蒂芙尼身上有这么丰富的历史资产，我们都知道古迹就不应该去破坏它，而且蒂芙尼的基础素质也够低了。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，我们可以不去润滑蒂芙尼，是我决定不润滑蒂芙尼试试看。最后，让我们来听听蒂芙尼的音色吧。我们这次使用的键盘是这个鬼玩意，之后我们再来介绍它。还有我大概从3年前就在使用的江湾 V3 卫星轴，这样才够古老。最后还有 JTK 的夜莺键帽，用来让声音更清脆一些。那么我们就来听听看它的声音吧。总结来说，人尾蒂芙尼是一颗稀世珍宝，它有着酷酷的外观跟丰富的历史价值，极度顺滑但却有点软烂的手感，而且跟现代轴体们相比之下，因为结构不同，它的声音也显得有些不是那么集中。最后，我们来替我们的旧日支配者画上一个句号。在2023的现在，我们还应该买蒂芙尼吗？我认为，如果你喜欢蒂芙尼的外观，还有它的背景故事，那当然是可以买的。但如果你只是想要一颗好用的轴体，那现在还有其他更多好用的轴体可以选择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在影片结束之前，请不要忘记留下订阅、按赞、小铃铛，还有可以的话帮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法，都欢迎在留言区跟大家一起分享讨论，又或者是加入我们的 DC 群或者是 QQ 群，在里面我们会有键盘的深度交流，有酷酷的迷因频道，对键盘有兴趣的你可不要错过了。另外，我会在礼拜日的晚上7点有1/2的几率会更新。我是早安，大家晚安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。